武田信玄在遺囑中對武田信豐和雪山美雪兩位義門眾說：“請你們把四郎當成巫行那樣對待他。所謂巫行，就是主君。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能聽得出來，這不是一個好徵兆。一個需要別人把他當成主君的主君，這工作還怎麼做得下去呢？”今天我們來聊聊空降 CEO 武田勝賴和他的長篠之戰。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記得先點讚訂閱喲。武田勝賴是信玄的四子，母親是周防賴仲的女兒，而周防賴仲正是被信玄逼死的。信玄的兒子裡，義信、信親、信之名字裡都帶了武田家的信字，而勝賴的賴字是周防家的通字，勝字则是來自武田信玄的幼名勝千代。按照當時的習慣，這是外放配置。勝賴一輩子都沒有正式官位，雖然武田信玄曾經向足利義昭討要過，但是義昭迫於織田信長的壓力，沒有幫這個忙。永祿10年，武田義信因為反对進攻今川家而被废嫡切腹，武田勝賴這才被臨時提上來接替工作。6年之後，信玄暴毙，28歲的勝賴接任家督。甲陽軍艦中記錄了很長的信玄遺言，條款細得出奇。比較有名的是：我死之後3年之內不發喪，先把領國安定下來。武田家後事交由孫子信勝，他要在16歲時接任家督，期間由勝賴任正代，但是武田家的旗帜不许他用，風林火山旗、将軍地藏旗、八幡大菩薩旗一律不许勝賴用。等信胜16歲接任家督出征的時候，他可以用除了风林火山旗以外的旗帜，但是胜賴還是不能用，他要用自己的大文字小旗。胜赖可以戴周防法信的頭盔，之後傳給信胜、信豐、雪山两位：“我托付你們，請你們把四郎當成巫行那樣对待。”信胜今年7歲，照我當年的路子培養，16歲扶他接任家督。信玄死後11天，勝賴又給重臣內藤昌秀寫了一封祈請文，在裡面承諾會聽取重臣的意見，不會忽視重臣的要求。显然，這位新上任的家督一開始就遇上了重臣們的抵抗，而且只能屈服。王夫之在《獨通劍論》裡說：“一人之德，為社稷之福，亦為社稷之禍。”信玄留下來的威望是勝賴管理武田家能用的資產，也是勝賴翻不過去的一堵牆。不過正代這個說法只見於甲陽軍艦，而甲陽軍艦要到了江戶初年才定稿。雖然甲陽軍艦的來歷讓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很有可信度，但是在這件事上有更強力的反對證據。當時甲斐本地的文書寫勝賴是直接寫成了當國守護御巫行勝賴的，他用的也是龙珠印，自稱大善大夫，对外也公開宣稱過繼承家督。所以當代歷史學家很多認為他確實是名正言順的當主，只是被要求在信勝成年時交班，然後因為正代和當主在領國內的權限並無區別，光看文書分不出來，所以對外是當主，決策層內部是代理，具體事務時怎麼看待這個組織流程由老臣自己決定。很難想象當時武田家高層開會時是什麼樣的光景。那勝賴能怎麼辦呢？他手裡唯一能自己造出來的東西就是戰功，他不擴張的話，武田家很快就要散架了。信玄遺言中要求的蟄伏3年，客觀上就是不可能的。勝賴接任家督不久，就給神社獻了一份願文，寫着他勝賴要屢戰屢勝，要威名遠揚，要讓麾下的武士驍勇善戰。之後很快他就率軍打下了東美濃的明知城和18座城寨，同年5月為高天神城。前不久的信玄西上作戰時沒能拿下這座要地，勝賴可以用它來展現自己不輸給信玄。德川方的守將小笠原氏助向家康求援，家康轉頭向信長求援，被信長拒絕。之後勝賴以1萬貫領地加上不殺陳兵的條件勸降了高天神城。開城之後，勝賴宣布想要回到德川那邊的人，他允許他們離開，願意投降武田家的他也會收留。這一戰過後，在遠江一帶，武田勝賴的名聲提升，而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的名声則下降。得知勝賴的操作之後，信長給上杉謙信寫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勝賴雖然是後生，卻守着信玄的規矩，還懂得兩面手法，我們這些鄰國不可大意。謙信則給信長寫信說，勝賴不是騰出一隻手就可以對付的對手，你應該放下己內的事情，先去擋住他的風頭，不然你就有大麻煩了。那總之都是想慫恿對方去和武田家硬碰硬。不過大體也說對了，勝賴太需要一場场勝仗了。信玄死後6、7年，武田家的版圖達到了巔峰，除了信濃統一，真田昌信在上野擴張到了早田一帶，仁科勝信在越後達到了根之城，以北條家爭奪伊豆也是
是武田家占上風。勝賴時代的武田家幾乎是從太平洋到日本海截斷了本州島中部，所以就業績本身来說，這位代理交出的數字是超過前任的。麻煩在於信玄的業績停在了元龜4年下線的時候，而勝賴作為代理 CEO 需要被下級考評，必須每年提交新的業績。天正3年5月，勝賴15000大軍圍長小城。長小城本來是武田家的，前2年奧平家倒向的德川家康帶走了這座城。武田家現在的整體實力當然是不如織田德川聯軍的，但是這個時候他們判斷織田信長的注意力會集中在13本院寺的戰線上，所以長小城不會是一場決戰。結果信長和家康都親自到場了。信長13日從岐阜出發，到達武田前線，本陣設在極樂寺山，家康的本陣則在高松山。面對壓力，武田軍開了一次軍議。軍議之前，有織田方的左久間信盛準備內應武田軍的情報被送到了武田陣中，當然這是信長發出的 fake news。甲阳軍艦記錄這場軍議說，馬場信春、內藤昌秀、山縣昌景、小山田信茂、原昌尹這幾位家老都主張撤退，武田勝賴、長坂長賢哉和季部勝直主張進攻，最後是勝賴決定採納進攻的意見，按原計劃第2天出擊。江戶時代的長小合戰物語給勝賴的心理做了演繹，說他對家臣們說，武田家沒有繞開一場合戰讓敵人看到後背的先例，正因為信長和家康都來了，才不能就這麼撤退，那會是家門恥辱。甲陽軍艦後面又寫，勝賴對着日之丸吉和盾武鎧甲起誓，之後再無人能開口反對。日之丸吉和盾武鎧甲是真正代表武田家的傳家寶，勝賴請出他們就表示不必再爭論，再有意義就是褻瀆武田家先祖了。這2件東西在武田家是用來證明誰是家督的。那天晚上把他們請出來，卻是為了散會。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這場軍議的問題不在於誰的判斷準了，而是放大了君臣不和。勝賴需要請出日之丸吉和盾武鎧甲來強推決定，本身就說明他難以在正常的會議流程中推行自己的決定。而請出了日之丸吉和盾武鎧甲之後，勝賴和家老重臣們的關係又變了。核心家臣們不僅會感到這場戰役自己再說什麼都不作數了，第2天必須要帶頭衝鋒，也明白勝賴即位時那條會聽取重臣們意見的承諾所帶來的集體決策體制，今天算是走到了保質期盡頭。不過軍議記錄也存疑，因為甲陽軍艦把長坂長賢哉寫成了慫恿勝賴長小開戰和慫恿勝賴棄守新府城的奸臣，但是一手史料證明，當時他在守其他的城，不可能參加軍議。無論如何，5月20日，勝賴進駐有海原。同一天，他給夫人寫信，說這一趟諸事都跟預料一樣的順利，收回本領的日子應該不遠了，儘管寬心。同一天，他寫給後方家臣的信也差不多是說，敵方毫無出戰之意，想必缺乏後援，預計可以擊敗信長和家康，奪回本領，就可以早點班師回國了。公曆1575年7月9日，長小之戰開打，織田德川聯軍在連武川後方設置馬防柵欄，河的2邊都是梅雨過後的水田，對騎兵不利。當然，武田軍當時到底是不是反覆發起騎馬突擊，學界尚無定論。現在只能說，硬要說通說的話是這樣，但是爭議較大。但織田軍的3段擊這種說法，最近幾年基本是被放棄了，是日本帝國時代官修史中過分採信了福安信長記的結果。不過，織田軍在長小之戰中確實集中調用了各部隊抽出的鐵炮隊，可能採用了某種創新。有當時的日記寫，被調去參戰的鐵炮眾個個滿臉晦氣，出發前把遺物都送給了子女妻兒。舊曆21日清晨，淵巢山的武田後方陣地先被德川軍打掉，社樂園主戰場這邊則是由武田軍發起了進攻，從上午8點打到下午2點。山縣昌景、內藤昌秀、馬場信春3位家老都死在了這一天。真田信綱和真田昌輝兄弟、土屋昌次、原昌尹、望月信勇這些武田家重臣也都戰死，估計雙方一天戰死了超過10000人。接着甲陽軍艦寫武田勝賴6月2日回到甲府，高坂昌信在信濃居場迎接他，把他身上的破爛衣服和武具全部換掉，讓人看不出勝賴是敗軍之將，然後向他獻了5條建議。不過甲陽軍艦就是高坂昌信口述的，所以這部分有沒有誇大不好說。甲陽軍艦中惡評長坂光兼和勝賴，可能也是高坂昌信的想法而已。因為除了把長小之戰和甲州征伐的鍋甩給了他們，甲陽軍艦還寫武田信玄評價長坂光兼是個只會動嘴的人，這顯然和武田信玄重用他有些矛盾。當然，除了高坂昌信，排名第
第一的家臣雪山美雪也不喜歡勝賴。甲州征伐前，雪山家投靠德川家，當時他的評價是勝賴當家10年，任用殘忍，不信親族意見，導致政治大亂。長篠之後，武田家又續了6、7年，甚至還在繼續擴張。如前所說，武田家版圖的巔峰就出現在這段時間。天正7年11月16日，武田勝賴成功替嫡子信勝向朝廷奏請了官圖，彌補了武田信玄的遺憾。另一方面，長篠之後，武田家在織田德川方向的經營變得越發困難，高天神城慢慢被德川軍圍死，周圍的城寨一個個的丟掉。天正9年，這座當年替勝賴這個空降 CGO 證明過身份的城又回到了德川家手裡，從此武田家的有力武將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叛逃。同年，勝賴把首府從自助旗館搬到了九崎新福城。天正10年2月，織田信宗進攻伊那高遠城，为勸仁科胜信投降，谎稱小山田信茂等人已經叛變。差不多同時，淺間山噴火，這些事使得本已兵敗如山倒的武田軍更加人心浮動。直到3月11日，天不山武田滅亡，那時武田信勝16歲，剛好到了信玄遺囑裡寫定的他該接任家督的年紀。據傳，為了達成信玄的這一遺願，信勝在陣中被穿上盾武鎧甲，草草行了成人禮，代表他正式繼承武田家家督，然後與勝賴一同切腹。所以信玄那份遺囑其實是逐條兌現了的，3年不發喪兌現的，信勝16歲接任家督也兌現了，只是兌現的地點在天不山。權威極盛的信玄準備了一份細到旗子都要管的文件。之後的9年，武田軍這個組織也如他要求的嚴格遵守了字面上的每一條，這何嘗不是一種管理案例呢？資治通鑑寫，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憤，憤莫大於民。勝賴缺的一直就是這個民，所以我說他是空降 CEO， 而他這個空降 CEO 甚至不可能得到董事會或者總公司的支持，因為並不存在這些東西。他打下了父親沒有打下的城，展出了武田史上最大的領國，還替兒子把官位討了下來，他自己在朝廷裡卻一輩子都是個白丁。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分享呀！我們下期再見。